什么？600块，600块，你听到没有？卡里120万呢！我加班8年的卡里只剩600块，我弟那68万还等着转，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啊？你在哪儿？我在银行，我现在就在银行，柜员都把流水甩在我脸上了。等我半小时。脸色不对啊！帮我请个假，家里出事了。行，8年了，我从没碰过家里1分钱。老板看着不太舒服啊，开点空调。8年前他说理财交给我，我信了他整整8年。师傅，前面小区门口停。好嘞。我甚至连那张卡的密码都不知道。你还有脸回来？先把碎玻璃扫了。扫玻璃？你跟我说扫玻璃？120万！你跟我说清楚，是不是你转走了？密码在你手里，那钱就自己长腿跑了。我问你一句，这卡的密码你告诉过别人吗？上个月你口袋里那2张电影票哪里来的？公司团建行政统一定的。什么团建？2个人的团建？上周4晚上10点接的电话，唐薇是谁？他在转移话题。唐薇，财务部的，连夜对数据。林墨，你说实话，是不是你外面有人了？是不是你把钱都贴出去了？钱去哪儿了？你比我清楚。我什么都不清楚。瑶瑶，妈来了，开门！我可怜的姑娘。姐，那68万到底还能不能到？我那 Live House 报名后天就截止了。120万没了，他只关心那68万。林墨，钱是不是你拿的？妈，您先听我说一件事。我不听，你说钱是不是你拿的？8年了，我每个月工资到账，全数转给苏瑶。那又怎样？卡在他手里，密码在他手里，我连那张卡正面长什么样都记不清。苏瑶，你让柜员打流水了吗？打了。拿出来，拿出来。你自己看。3个月前转出3万，备注消费；5个月前5万，备注投资；7个月前转出8万，备注空白。姐夫，你看那些干嘛？现在最要紧的是我的报名费。1年前转出12万，备注1个字：借。借给谁了？朋友周转，早还了。现金还的，12万现金。这卡开户人是我去查转账对方账户。林木，你想干什么？去银行查这张卡近3年的详细转出，包括对方账户全称。先生稍等。先生，近3年大额转出17笔，其中减入同一姓名账户的有6笔。哪个姓名？苏浩。合计多少？29万1千元。还有呢？另有13万分2笔转入新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什么背景？先生，这个我们查不了，您可以自己查工商。公司负责人刘强，苏浩大学时候的哥们儿。我找6栋1801的住户。您是？我是苏浩的姐夫。啊，您先签个字。这套房子的业主登记是1801的住户本人吗？那当然啊，买房时候过户的，业主就一个。老周，帮我个忙。说，你舅子不是干2手车评估的吗？帮我查一辆车。什么车？白色 GLC。那车我就知道，落地28往上。苏瑶，你在哪儿？我在你弟弟楼下。你去他那儿干什么？看看他这套218万的房子，看看他那辆豪车。8年前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说我弟还小，姐姐帮一下应该的，我没意见。6年前他要出国游学，你说理财收益挺好，给他一点，我也没意见。去年他要创业，你说借他20万周转，我还是没意见。可苏瑶，我什么时候同意过给他买房？什么时候同意过给他买车？什么时候同意过把我8年的工资全部贴给他过日子？林墨，你回来，我们好好。我今晚不回。林先生，您这个情况，我先做个法律层面的分类。您说。第一，您妻子作为家庭财产的实际管理人，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第三人，未经您同意，构成法典规定的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第二，您弟弟名下的房产、车辆，如果资金来源能够证明是夫妻共同财产，您有权主张返还，这叫撤销赠与。撤销赠与的法律时效是多久？ 1年内知道或应当知道。您是昨天才查到的，时效从昨天起算。下一步呢？第一步，我先发律师函给您妻子和您小舅子。第二步，您选择是协议处理还是诉讼。第三步，如果走诉讼，需要您配合保全财产，防止对方转移。走诉讼。想清楚了，
8年了，我想了一晚上。还有一件事，我必须问，您和您妻子名下有什么共同财产？金茂家园那套2居制，剩下的我自己有一些专利，3项技术类。专利目前有授权或转让收益吗？还没，但公司在谈什么级别的谈？3000万的报价。这件事别让对方知道。林木，坐。陆总找我，瑞辰科技那边今天上午来过电话，他们技术副总王航想下周亲自跟你聊。拆解过你那套动态叙事引擎之后，他们觉得3000万的报价太保守，他们想做联合开发。你的3项专利作为技术入股，估值5000万，按你签的技术协议，分成是37%。1850万，差不多。你状态最近不对，家里事儿。要不要请几天假？不用，这2周我反而希望多上班。需要法务支持就跟我说。谢陆总。1850万，8年前我连1800块都要算着花。林木，你回来了，我们好好谈谈什么？钱的事。先谈房子的事。翠湖东岸6栋1801，业主登记的是苏浩本人，首付35万，分2笔从你那张卡里转出去的。转账时间2022年4月18日，2022年4月22日，备注分别是理财申购和消费支出。还有那辆车，白色 GLC， 去年10月落地，28万首付加保险，钱也是从我家这张卡里走的。还有他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每年2次的出国游，那块他戴在手腕上的表，你那块表多少钱？4万8。哪儿来的钱？8年。我攒下来的每一分钱，在他名下变成了房子、车子、表、限量球鞋，给他女朋友买的包。而我们住在这套60平的2居室里，家里那台空调还是2018年的。你跟我说理财亏了，你跟我说再攒攒就能换大房子，你跟我说老公你辛苦了。苏瑶，你撒了8年谎。林木，你说话讲点分寸。妈，您闭嘴。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我跟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您女儿瞒了我8年，把我的工资全部贴给了您儿子。您不仅默许，还在旁边劝姐姐就该顾着弟弟。那这个姐夫算什么？苏瑶，你怎么不说话？他这么欺负我！妈，这是律师函。这是什么？明天上午10点，张律师会正式向你和苏浩发出撤销赠与的法律通知。根据法典，未经我同意，苏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3人，也就是苏浩的部分，我有权追回，包括但不限于翠湖东岸的房子、白色 GLC 以及历次大额转账。你说什么？我的房子你要收走？不是收走，是追回属于我的笔额。那是我姐给我的，我姐说送我的。你姐的钱是我赚的。我今晚住公司附近的酒店，律师函会按时送达。苏瑶，8年了，我今天才知道咱家这2个字从来没有我。姐夫，有事好商量。明天上午10点，张律师事务所，下午见王浩。8年，我以为我在攒一个家，其实我在养一个寄生虫。这是撤销赠与的法律通知，请确认收悉。我的当事人对这份通知有异议。请说。第一，被通知人苏瑶认为将部分家庭收入用于照顾胞弟，属于符合社会公序华俗的亲属互助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赠与。继续。第二，相关款项跨度长达8年，期间林木先生从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漠视同意。这是林先生提供的证据。第一，林先生与苏瑶婚后从未签署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家庭财产共同处分授权。第二，林先生从未参与过家庭账户的密码、流水明细查看，构成了对妻子管理权的有限授权，这有8年里的聊天记录为证。第三，所谓亲属互助，互助到买一套218万的房子，互助到给胞弟全款买一辆奔驰，互助到8年累计121万，而林先生本人每月生活费仅2500元。吴律师，您觉得这叫亲属互助，还是叫系统性掏空？张律师，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沟通的，我的当事人愿意什么？愿意就部分款项进行协商返还。协商比例30%。我们的诉求是，房产过户回林先生名下，车辆变现返还，其余款项按银行流水全额追求。
这不可能！这套房子是苏浩唯一住房，他名下登记唯一住房，不代表他没有其他居所。我们已经查到苏浩母亲名下还有一套85平的两居，他完全可以回去住。张律师，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苏女士，林先生8年里每月生活费2500元，他坐地铁上下班，午饭吃食堂，戒烟戒了8年，他的活路在哪里？这是第一次协商，如果今天达不成共识，下一步直接进入诉讼程序。诉讼期间，我们会申请财产保全，包括苏浩名下的房产和车辆。我们需要时间考虑。1周，1周之后正式起诉。林木，你真的要把我弟弟住的房子收走？苏瑶，那不是他的房子，那是我8年熬夜写代码换来的。林总监，我们内部讨论之后，希望调整方案。怎么调整？不做单纯授权，做联合开发。瑞辰出平台、用户、资金，你们出技术和团队，你的3项专利作为技术入股，估值5000万，分成结构，你个人占37%，启明工作室占18%，瑞振占45%。分期4期，签约首付40%，剩余3期分别在产品上线、用户破万、年营收破亿时支付。签约首付740万。是的，林总监个人分成首期到账约274万。王总，我提一个修改意见，请讲。签约时间推迟1个月。为什么？个人原因。只要不超过45天，我们可以等。那就这么定。林木，推迟1个月是为了离婚？你那个律师专业。张律师说的，签约时间晚于离婚判决生效日，这笔钱就是我的个人财产，你这8年的委屈要还回来了。林木啊，叫妈。赵女士，行，林木，妈来跟你说几句话。您说。前几天的事儿，是妈不好，妈嘴快，说了些伤人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没放在心上。那房子的事儿能不能商量商量？苏浩那孩子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容易？他23岁，名下1套房、1辆车、1块4万8的表，他每个月不上班，开销过万。林木，我们商量一下行不行？商量什么？你撤回那个撤销赠与的通知，我让我弟把车卖了，钱还你。房子能不能留下？留给他。苏瑶，8年了，你的第一反应还是留给他。这是离婚起诉书。你要跟我离婚？林木，你不能这样。这8年，我也是为这个家。你为的是你妈家，你为的是你弟弟，你为的从来不是我们。林木，你别欺人太甚！你以为离了我女儿，你能找到更好的？你一个搞游戏的程序员，赚那点死工资，住个60平的破房子，骑个破电瓶车上下班，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赵女士，您可能不知道，您口中那个骑破电瓶车的程序员，名下有3项核心技术专利，行业排名前3的互联网公司给我的专利估值5000万，按照协议，我个人分成37%，1850万。你说什么？1850万分4期到账，第一笔下个月签约，但是签约时间晚于离婚判决生效，这笔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瑶瑶，这不能离呀，这怎么能离呢？签了，协议离婚最快15天，不签走诉讼，诉讼期间撤赠与的程序同步进行。林木，你站住！你不能这样！你哭什么哭？你哭能哭回那1800万吗？你给我清醒点！张律师，今晚已正式向苏瑶送达离婚起诉书，明日请按计划推进财产保全，专利签约延迟事项，请同步告知瑞辰法务。林木。吴律师，财产保全申请我下午就递，你们这边再不签，我建议你和你的当事人都做好心理准备。对，包括限制高消费令。林先生，对方那边态度松动了。但吴律师提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他希望您能放弃追逃苏浩名下的房产，仅追逃车辆和现金部分。理由？他说苏浩毕竟还年轻，房子是他唯一的安身之所。唯一的安身之所是用我的钱买的。所以呢？追到底，一处不能少。我喜欢您这种当事人，那我下午就去法院。辛苦您。
林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本人的想法。您说。苏瑶这8年对您的骗，您怎么看？我以前以为最伤人的是背叛，现在我知道最伤人的是把你当工具用了8年，临走还要骂你配不上。林先生、苏女士，请确认。林木，我们还能做朋友吗？苏瑶，朋友是双向的，你愿意把我当家人，我们都不至于走到今天。保重。撤销赠与一案，原告林木，被告苏浩，诉讼标的：房产1套，车辆1辆，现金53万。受理了，预计1个月内安排第1次开庭。立完了。他那边今天上午我已经申请了财产保电，法院的查封通知今天下午就到苏浩家。林先生，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可能会接到各种电话，苏瑶的、他母亲的、苏浩的，甚至他们的朋友的。我知道，都让他们来找我。好。喂，林木，你他妈，你封我房子！苏浩，你疯了是不是？那是我的房子。调解中心封的，不是我封的。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可以这么对我？苏浩，听我说一句话。你说。你3岁的时候，我还在上学；你15岁的时候，我刚开始写第1行代码；你24岁的时候，你住的房子、开的车、戴的表，都是我熬夜换来的。而你连一句姐夫辛苦了都没说过。你说，姐夫，那68万到底能不能到？苏浩，从今天起，你的开销自己挣。你的房子，要么把钱还我，要么过户回我名下。你的车同样。除此之外，我们再也不是亲戚。林木，牛逼！老周，帮我倒杯水。哎，得令。重启项目，属于自己的时间，从今天开始。林总监，今天正式签约。王总，林先生，请确认签字页。8年里，我每天写代码到凌晨。8年里，我从没碰过家里那张卡。今天这张卡作废，这一笔进我自己的账户。林总监，王总，合作愉快。愉快。8年前，我每个月的零花钱是2500，274万，是我以前一辈子都不敢想的数字。到了，哥们儿，请客。到了，下班楼下小馆子，我请。就这，200多万就请楼下小铺子？老周，钱多了之后，第一件事不是花，是先放着，让自己习惯它。服了你。林总，外面有位苏女士找您。让她在接待区等。有事儿？林木，我来跟你谈个事，我弟那个房子的官司能不能撤了？我妈昨晚心脏不舒服进了医院，我弟整个人都垮了，每天在家不吃不喝。那房子如果真被收走，我妈那边……苏瑶，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8年前我妈做手术那次，你记得吗？2021年5月，我妈在老家做的胆囊手术，我跟你说我要回去陪护1周，你怎么说的？我说家里离不开人。你说，你妈不就是一个胆囊手术吗？找你大姐照顾就行了，你请什么假？影响绩效。那1周，我没回去。我妈出院的时候是我大姐推的轮椅，那1周，你弟在巴厘岛度假，机票和酒店3万8，从我那张卡里走的。所以苏瑶，你今天来跟我说你妈心脏不舒服，让我撤诉。你回去问问你妈，当年我妈做手术的时候，她有没有问过一句亲家身体怎么样？回去吧，法院程序我不会撤。林木，对不起。对不起这3个字，吃了8年。调解员，原告诉求清晰：第一，请求依法撤销苏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被告苏浩的行为；第二，请求被告苏浩将其名下翠湖东安6栋1801房产过户至原告名下；第三，请求被告苏浩变现其名下奔驰 GLC， 款项归还原告；第四，请求被告苏浩偿还历年现金赠与53万元。法官，被告答辩如下：第一，相关款项系苏瑶出于姐弟亲情自愿赠与，与原告无关；第二，被告作为受赠方，对款项来源不知情，属于善意地先人；第三，房产已登记在被告名下，是其唯一住房，不应被追回。法官，关于善意第三人的抗辩，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今年4月，
被告苏浩与原告通话录音，请允许播放。准许。姐夫，那68万到底能不能到？我那 Live House 报名后天就截止了。你那68万是苏瑶打算从家里那张卡转给你的？当然啊，那张卡不就是用来给我用的吗？我姐每个月都在帮我。那张卡不就是用来给我用的吗？我姐每个月都在帮我。被告对款项来源、性质、用途完全知情。这段录音的真实性需要鉴定，已经做过鉴定，鉴定报告附在证据清单第14页，证据有效。此外，关于唯一住房的抗辩，被告母亲赵堪霞名下登记有金瓜园3栋402住宅1套，建筑面积85平米，被告户籍亦在此处，被告完全有合法居所可供居住。被告方对此有异议吗？无异议。本庭综合双方证据，原告主张的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被告所谓善意主张不能成立。本庭将于15日内作出书面判决。完了。林木，你真要把我儿子那房子收走？赵女士，那不是您儿子的房子，那是我的房子。你这个白眼狼！我女儿伺候你8年。赵女士，8年里苏瑶没给我做过一顿热饭，8年里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她洗的，8年里我家的钱全部用来养您儿子，养您，到底是谁伺候谁？保重。本院判决如下：1. 撤销苏瑶将夫妻共同财产120万赠与被告苏浩的行为。2. 被告苏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其名下翠湖东岸6幢1801房产过户至原告林木名下。3. 被告苏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变现其名下奔驰 GLC 款项28万元返还原告。4. 被告苏浩偿还原告现金赠与53万元，分12个月支付。判了。判了，怎么样？我赢了。全赢了。全赢了。请客，这次必须正经请客。行，今晚海鲜季。海鲜季？你这200多万拿老周，钱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的。你这8年没白过。请进。老公，这屋子采光真好。林先生，他们想谈价格，按挂牌价就行，我不还价。好嘞。先生，您住这屋几年了？8年。那肯定有感情吧？曾经有过，现在没有了。喂，林木，我唐薇。哦，唐薇，听说你搬家了？今天刚搬。方便吗？我和老周还有几个同事想过去看看。方便。那我们晚上过去，带点酒和菜。好。8年里，我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地方，今天有了。来，为我们林木哥的新家干一杯！林木，敬你，8年了，你值得过好日子。林木，你以前是不是就这样闷头做事不计较？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哪里不一样？以前不计较，是因为我以为别人也不会计较；现在不计较，是因为我已经把该计较的全部计较过了。林木，提笔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叫老公已经不合适，叫前夫我自己心里也酸，就叫名字吧。这封信我写了3次，前2次都撕了，最后一次决定不再撕。你可以不看，但我必须写。我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纳，每天对着账目突然觉得讽刺。我以前自诩会计出身，会理财，到头来连自己管的账都没算清。8年，我一直骗自己说我是为这个家，其实我只是为我妈，为我弟。我把你的钱当成了娘家的供养。我妈说姐姐就该顾着弟弟，我从小听到大，我从来没问过自己，那姐夫呢？姐夫凭什么？现在我懂了，你那次回家问我你妈做手术那次记不记得？我那一刻才意识到，这8年里，你妈你爸的事儿我一次都没主动问过，我连体面2个字都没做到。林木，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这8年是我对不起你，别灰心。苏瑶，8年的账，今天他算清了一笔，剩下的他自己慢慢算，跟我无关了。林木，我们算什么？我已经跟你吃了20多顿饭了。23顿。那我对你来说
从第一顿饭开始就是。林木，你这8年的委屈，唐薇，那是过去，现在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行，我信你。喂，姐夫，我现在不该叫你姐夫了，林先生。什么事？我想跟你说一声，那53万我已经还到第18笔了。每月1笔，18个月，差不多还了80万。我知道你不想接我电话，但我必须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那房子被收走之后，我搬回了我妈那儿，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底薪4000，每个月除了开销，剩下的2000多全转你账户。那辆奔驰我也没有了，我现在挤地铁。林先生，我以前真的没把你当过家人，我以为我姐会一直养我，我以为那张卡里的钱是天上掉的，直到那房子被收了，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别人8年的命。李先生，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剩下的钱我会还，哪怕还5年、10年、15年，我也会还到最后一分。苏浩，你今年25岁，来得及，钱你慢慢还。但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以后挣钱了先想想你姐，她供你长大，她替你撒了无数次谎，你欠她的比欠我的多。知道了。恭喜林先生、唐女士。林墨，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上次我什么都没有，这次我有了一切想要的东西。油嘴滑舌。认真的。林先生，今天还了第24笔，距离全部还清还有18万，本金剩8万，利息按法院判决约1万，明年能还完。收到。我妈最近身体好些了，我下个月给她报了个兴趣班，让她去学画画。挺好的。谁啊？一大早。一个曾经欠过我钱的人。还在还？还了多少了？差不多了。你现在觉得幸福吗？以前我以为幸福是赚到1000万，后来我才知道，幸福是早上有人陪我吃煎蛋，是晚上有人等我回家，是说一句你辛苦了。这句话是真的。你这个人，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嘴这么甜？怎么了？以前没人值得我说。回来了，饿吗？我热饭。一起吃。什么事这么开心？游戏上线第1天破100万下载。那要喝点什么庆祝吗？今晚不喝，早点睡。怎么了你？以前破10万你都要喝半瓶。这次不一样，以前每一次成绩都是为了证明给某些人看，现在是为了过好每一天。以后所有的钱都是为自己赚。林墨，这盆要不要换个大点的盆？换最大的。